无人装备统治战场，乌军特种部队接收阿格玛无人车。当前的乌俄战场，乌军最大的功臣不是海马斯这样的火箭炮，也不是风暴阴影这样的巡航导弹，而是无人机、无人艇，可以定点打击俄军弹药库，摧毁黑海舰队舰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无人战车在战场上能起到什么作用？阿格玛无人车的性能如何呢？根据国际军事媒体报道，阿联酋米雷什集团的阿格玛无人车已经被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下辖的海妖特种部队采用。当前的乌俄战场，无人装备横行，阿格玛无人车也算是一流。2021年2月，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卓越国防创新展览会上，阿格玛无人车首次亮相，并且配备波兰公司 MSP 的 Warble Fly 下一代游荡弹药系统。就性能而言，阿格玛无人车可以与 Warble Fly 空中目标射击系统集成，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依旧可以精确追踪摧毁目标。如果操作员终止任务，弹药可以重新返回着陆区，而且战斗部也是模块化，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更换。当然，无人装备这东西主打的就是万金油。阿格玛无人车还可以承担支援补给与医疗后送任务，减轻士兵的设备物资负担，也可以搭载各式摄像系统，承担侦察战场的任务，甚至可以搭载各式武器，比如 12.7 毫米机枪、20毫米机炮以及反坦克导弹，为战场上的步兵部队提供支援。从阿格玛无人车的性能上，各位也能看出来无人车在乌俄战场作用。就性能而言，无人车在战场的作用主要有5个。第一个作用就是无人运输车，负责运送伤员、弹药和食品等物资。在一场接触线非常长的战争中，最后几公里的后勤补给和救援完全可以由无人车实现。更小、更灵活的无人车，安全方面更高，就算是被袭击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当然，这样的任务也可以由大型无人机来完成，主要还是看地形。第二个作用就是无人侦察车，由无人车辆负责高危地区的侦察，或者负责攻击区域的开路任务，可以大幅度降低己方装甲车辆的损失。从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进攻的一方直接派出坦克编队，强攻敌方坚守固守的区域，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而有了无人侦察车之后，这个任务就可以直接交给他。同时，相比较无人机，无人侦察车可以在一些敏感区域坚守好几天的时间，从而为己方部队提供态势感知。第三个作用就是反无人机。各位都知道，在当前的乌俄战场上，无人机横行霸道，典型的撞一下血赚，撞不到也不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为无人车配备被动探测系统，侦察到敌方无人机之后，再发射微型导弹或者硬杀伤多管火炮。这种模式比有人防空战车更省钱省力。第四个作用就是火力支援。无人车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配备不同的武器，比如机炮、反坦克导弹等等。当前的无人战车基本都是朝这个方面发展，就比如美国的 M5 无人战车，就是打算与坦克、装甲车协同作战。第5个作用就是针对战壕的自杀式蜘蛛，可以理解为一个会动的地雷，跑到敌方战壕搞自杀式袭击，甚至到敌方坦克下方爆炸。而且这种自杀蜘蛛可以通过一个中继制导的无人机进行控制，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不过就乌俄战场的实战情况来看，阿格玛无人车大概率不会承担火力支援任务，依旧是以后勤为主，其他无人车也是如此。没办法，战斗烈度较高的战场需要部队有效的反应能力，无论是弹药补给还是食品，都需要由后方人员输送到前线。但是现在的战场环境，无人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侦察打击样样精通。某种程度上来说，战场环境就是透明的，普通的运输卡车目标太大，很容易就遭到打击。乌俄战场之上，经常能看到俄军某地区的后勤被乌军无人机袭击。其次，当前的地面战场也不太需要无人车的火力支援，都是无人机引导火炮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没有无人战车的发挥空间。而且无人战车的可靠性也是一个问题，这点可以参考俄罗斯的天王星系列，到现在也没再出现在乌俄战场。2023年年初，俄军就对外宣布将4辆标记无人战车部署到乌东战场，以进行实战测试。按照俄军的说法，标记无人战车主要对付北约援乌的坦克，也就是 M1、豹2和挑战者2。不过实际情况来看，根本没什么用，性能不可靠。俄罗斯在无人战车上的发展实在是太混乱了，包括俄罗斯军工企业在内的各家设计局、公司和组织都想从俄罗斯国防部拿到订单，于是推出了大量不同级别的无人战车。而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俄罗斯国内各家单位研发的无人战车型号已经多达近40个，其中名声最大的天王星系列就有5个型号。轻武器著称的卡尼什科夫公司也推出了 BAS-01 战友无人战车，
更离谱的是，俄罗斯陆军没有军用无人车的发展规划，也没有科学的流程对这些型号进行筛选。说白了就是我全都要，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性能不太可靠。标记无人战车也是如此。就纸面实力来说，标记无人战车还不错，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搭载不同种类的作战任务模块，无论是救援还是火力支援都可以。其中遥控武器站模块上还留有反坦克导弹等武器。有消息认为标记无人战车比天王星9更好，但是让火力军来说的话，无人战车的火力、任务多样性都不是重点，智能化程度才是。偏偏俄罗斯在这方面不达标，而且乌俄战场的环境也不太适合无人战车。就比如天王星9就是典型的馅儿大皮薄，天王星9的火力甚至超过 BMP-2 步兵战车，但是防御力很差，顶多只能抵挡炮弹破片和大口径的机枪，并且还没有附加爆炸反应装甲。当然防御什么的对无人战车而言不重要，价格便宜，被打爆了也没有人员伤亡，装甲厚不厚无所谓，能开炮就可以了。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智能化不达标，无法满足独立作战的需求。俄罗斯的芯片水平大家都心知肚明，在叙利亚战场上，天王星9的敌我识别能力就不够，如果不是士兵遥控的话，自己人打自己人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对方有较强的无线电干扰系统，估计天王星9能直接躺地上，直到被敌方缴获或者被摧毁。同时，天王星9的遥控距离也有限制，在500米以外就有可能接收不到指挥车的信号。观瞄和热成像系统也有一点问题，捕获目标的距离仅有2公里，低于预期的6公里。所以，如果天王星9离指挥车比较远的话，就很难发现目标，还可能会因为信号延迟错过目标。而俄罗斯的军工企业芯片水平都大差不差，标记无人战车也好不到哪儿去。估计这也是为什么乌俄战场刚开始那段时间，俄罗斯一家国防智库会重金悬赏推迷斯遥控无人地面车。芯片和电子技术落后，提升技术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捕获拆解一辆北约的先进无人战车，进而通过研究促进己方武器装备发展。最后就是战场环境，乌俄战场不太适合无人战车。俄军的天王星9在叙利亚能发挥作用，但是在乌俄战场上一点用都没有。乌俄战争与叙利亚战争在形式上截然不同。严格意义上讲，俄军在叙利亚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就是反恐治安战，敌人的综合素质不高，武器装备也大多都是单兵装备，战斗烈度较低。分布在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在战术上也不行，毫无作战策略可言。俄军在作战时可以逐个击破，从而改变战争走向。而回到乌俄战争中，从战场环境而言，它涵盖陆、空、天、电等多领域。从参战力量来说，它涉及陆、空、空降军、导弹部队等多军兵种，是一个高烈度的战场态势。而在现代化战争的攻势作战中，俄军需要取得对前线战场的绝对主导权，才能投入无人战车，要不然就是给乌军送战机。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就是车还好好的，人没了。没办法，双方的电子技术差距过大，得到北约多重技术加持的乌克兰，在干扰和防御方面远非中东极端组织能比。俄罗斯的包括天基侦察、网络侦察、电子侦察、陆地侦察等等都不行，无人装备根本用不了。相反，这点放在乌克兰身上也是一样的，在没有取得战场主导权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战车作为火力支援基本没什么作用，坦克都扛不住，别说皮薄的无人战车了。而无人机之所以能在乌俄战场上盛行，主要还是侦察加打击的模式。在这方面，无人战车天生不如无人机，加上价格的问题，无人战车的确不如无人机好用。总的来说，信息化战争想要升级为智能化战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自主行动。这点不仅是俄罗斯不行，其他各国也是如此。所以在乌俄战场之上，无人战车还是运送物资更适合一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俄战场之上，无人战车能成为火力支援车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